我们上次刚刚说完这个装逼的石墩，那我们今天打算把它给拆除掉。原本只是打算把它放在这里当装饰用的，所以一直没有拆掉。拆掉它呢，目前可以缓解一下材料方面的需求。为了避免像其他人一样拆掉石墩的时候呢，经常容易把它给放飞，那我们就从外面的着手，只要从这里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欢迎回来，在上一期我们把全物品分类仓库基本上已经完工了，但是呢，里面有很多漏斗就在出生点区块的旁边。不过好在在出生点区块旁边的2圈弱加载区块里面呢，它是并不会进行计算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屏幕上面的 MSPT 大概在8左右。我记得上一期给大家看的时候还有10几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漏斗很多，直接占用了2点几的 MSPT， 好像是这么多。我记得之前在 1.14 的版本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。也许是 1.16 对漏斗的优化稍微差了点。顺便一提呢，我现在游戏版本已经更新到了 1.16.3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 tick entities 这条指令。漏斗呢，它只占用 0.56 毫秒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那边的漏斗它会被加载到。说了那么多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档案馆的天数。这是第1383天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日记。这是记录了昨天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。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来看这些日记啊？如果大家都想看的话，我也会在今后的节目里呢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在做什么事情。好，该介绍的呢我已经都介绍完了，我们先飞，不对，我都忘了我在这里都已经做了一个地狱门。那么就从这里我们先去工地上看一下。接着上一次的进度呢，我往里面扩充了一些箱子， 1.16 又多了不少的新东西，扩建一下仓库是有必要的。好像还有点漏的没有做完。这几天过得有点混乱，我都已经完全不知道我到底做到哪一步了。这个女巫塔大概是17年还是18年做的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。当时做的时候呢，第3层不能刷女巫，现在我们打开 BBOR 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。这最下面一层它不是在蓝色的方框框范围之内，所以想把它维修一下，它的工程量就基本上等同于把它重新建造一遍了。看起来就只是简简单单往上面平移一格，实际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其实拆塔的过程呢也还好，只要挂一个直播间或者打开一个视频，一边拆一边看，完全不会觉得拆得很心累。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小朋友应该也有这种习惯吧。然后顺便说一下，我这个存档还没有发现什么2连的女巫小屋，但是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可以做多个单连的女巫塔，然后借助召唤的纸人来进行刷怪，应该也能够达到一个2连的效果。哎呀，我这个地图怎么没了？我明白了，我是升级了版本，并且还换了客户端，所以以前的缓存的地图就没有了。哎，也没关系，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在地图的北边还有东边都分别有一个女巫的小木屋。到时候说不定可以尝试下这种做法，而且像这样做2个女巫塔的话，也不用清理区块。如果是那种传统的2连或者3连以上，都得清理区块，那么在工程量上面呢，会大大的减小。趁大伙不注意，我已经把女巫塔做完了，已经到了插火把的这一步了。因为我把高空挂机的平台已经改了一个地方，现在并不像以前是在正上方挂机。最近也是正好看到了刷怪循环这方面的内容。我们的挂机平台最好要远离刷怪平台以上的6格以外的空间，因为刷怪游走它会影响11乘以11的范围，也就是半径为6的正方形。正方形有半径吗？我们不说那么多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上的数字。我们这里用到了 Mini HUD Mode， 然后在这一栏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快捷键，这个 Light Level 就可以看到地上面的光亮程度，红色表示光亮不足，它会刷怪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把这个球形里面的红色区域都给点亮。那么这个球形是什么意思呢？它表示以挂机点为中心127格的范围以内的地方，这就不难理解了。我们要把女巫塔以外的刷怪面积都给消灭掉。来给你们表演一个好玩的节目。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你好，我是你爸爸。
出来挖一趟石英，看到了以前铺的地狱堡垒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以前也是挺干的，但是这种做法呢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顺便说一下，关于凋零骷髅塔这一块，我打算也要把以前的拆掉，再重新做一下。在 1.14 版本以后，就可以直接用凋零玫瑰来做了，这样会简单很多。当然，前提是你得先有一个空之玉。当然，这个我是已经有了，就等着实施的那一天了。Nice。该扩建的以及顶部都已经完工了，接下来就是看能不能抓几个苦力来帮我填满里面的商品。这简直就是像超市一样，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？照明这一块呢，有几个方块还没有照亮，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每到晚上都会老老实实滚到床上去睡觉。其实还是对刷怪这方面的问题有点不太放心，该怎么解决呢？不要走开，接下来的节目将会更加的精彩。伪和平一直是 1.16 讨论最多的话题，交易过的僵尸村民到底会不会消失？某奖曾经也是举棋不定，经过几个版本的更新之后，最终决定交易过的僵尸村民是不会消失的，同时呢，它还会占用刷怪上限。那么这样一来啊 1.16 做伪和平也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打算坐在出生点区块旁边的2圈弱加载区块上面，选在这个区块，它的好处就是稳定，每次重新进入游戏都无需手动将它开启一遍。另一点呢，在弱加载区块里面的怪啊，它是不会占用 MSPT 的。我们用 F3+G 看一下区块，选择的地点就是这个斜角的第2个区块，也就是这一个。在最外圈的话，如果你想关伪和平就会很轻松，你只用将僵尸村民赶到第3圈的区块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把山上面的东西拆一下，其次就是开一片田，让村民自给自足。以后啊，我们还要将这些村民铭记在心，是他们用生命换来日后的和平还有安宁。所以啊，我一定会，我编不下去了。附近有村民的地方也就只有这里了。以前起源村那边搬过来的老铁都已经挂掉了，我很伤心。只不过你们从我的语气根本听不出来而已。这一次啊，我们就可以充分发挥以前修了铁路的作用了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条3号线将这些哥们都给运回去。如果有不熟悉线路的观众朋友们，我这里会贴张地图，好有个大致的方向。以前的老铁路系统已经被我拆了，这边是修了新的铁路系统，所以这边它就断了。村民他表示他的屁股摔得很痛。走，我要将它接入到那边的新的铁轨上面，这将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挑战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接轨成功。它来了，它出轨了，现在啊，村民已经被我安顿好了。你们再来看看这家伙，他为什么穿着钻石的盔甲呀？这好像是自然生成的，还不快去洗了睡，洗了睡，洗了睡。好，有了一个僵尸了，给他戴了一个帽子，来狂扁这个村民。来，我已经跟他交易了，随便怎么扁。好，我溜了。我还有这么多僵尸啊！赶紧睡觉。你这家伙起来！睡！2000 years later， 远比我想象中的要麻烦的多呀！为了集齐这70个僵尸村民，我日夜的挂机。我挂一会儿，然后玩一下其他的游戏，然后再挂一会儿。每挂一次机就能够生出5-6个村民，起码有个20多次吧。因为我还杀了很多僵尸村民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他们手上拿的有东西。所以给大家提个醒，就算是交易过的僵尸村民，也不能够让他们捡起东西，否则他就不会计入刷怪上限。然后呢，这里是给他挖了2个坑，把怪引到右边的那个坑，那么呢，伪和平它就失效了。多余的村民我也就不想要了，不然这边就会一直的生小猴子。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去旁边看一下，是不是还会刷怪。
现在我们已经走了有点远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数据上面是77-70，也就是说怪物已经超过上限有7个，并且小地图可以看到也没有怪。现在我们把中间栅栏门打开，把怪引到这旁边的区块来。好，都过来了。哎，还有一个，哎，无所谓了，这一个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我们再走远一点就可以看到结果了。哎，刷怪了。OK，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支持哦。下期节目不出意外，我们会来做一个新的凋零骷髅塔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